林毅啊，这是你上个月的工资，一共2万块。从明天开始你就不用来了。好啊，那就请张总在这些文件上签个字吧。你一个人就负责这么多部门的工作，你老大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没了我这个牛马，你的用人成本起码比之前高10倍不止，你就不怕直接倒闭？你以为你是谁？一个小小员工，公司离了你还赚不了，笑话！拿上工资，赶紧滚蛋！到时候别哭着回来求我就行。小林，你怎么回事？昨天我交代你做的方案呢，怎么还不发给我？我电话都快被黄总打爆了。赵哥，我已经被老板辞退了，交接资料在老板办公室，你跟他联系吧。我倒是想看看，没了我，这公司能撑几天？这他妈都是什么？赵哥，这是和恒远集团的对接进度表。我知道是进度表，我问的是接下来该干嘛。这个一直是林哥在跟的，我不太清楚。林毅这个人写字跟鬼画符一样。喂，赵经理吗？我是恒远的刘总。上次跟小林谈的那个渠道方案，今天能定稿吗？我这边董事会明天要过，时间很紧。刘总，那个方案，稍等啊，我找一下。赵经理，刘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负责这个项目的同事今天临时有事。什么叫临时有事？上周小林说今天定稿，我董事会时间都排好了。不，刘总您别急，你们公司做事就这么不靠谱？赵经理，我是正大地产的孙总，林毅呢？上次他答应帮我改的协议条款。孙总，那个条款的事儿我来跟进。你上次谈的时候你也在场吧？第7条第3款关于约金比例的问题，你说说我们的诉求是什么？这个容我再核实一下。赵经理，我跟你直说，我跟你们公司合作，很大程度上是看在林毅的面子上，他办事利索，说到做到。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。好的，孙总，我让他联系您。赵姐，你来我办公室一趟。这些工作以前都是谁在做？采购比价本来是采购部的活，但小林说他们做的太粗糙，就自己弄了。客户关系维护表应该销售部出，但销售部说他们只管签单，维护的事儿交给项目部。项目部赵经理又丢给……行了，一个人干了好几个部门的活儿，怎么可能？4个项目，占全年营收60%以上。不，公司靠的是平台，客户认的是品牌，不是林毅。走了再招一个就是。恒远的方案弄好了没？张总，林毅的电脑里文件太多了，我还在找。找什么找？你是项目经理还是他是项目经理？你自己写不就完了？这个方案前后改了7版，涉及到渠道分成和区域划分，情况比较复杂。明天之前给我。8000块就能招一个，之前给林毅4万，亏大了。老陈，那是谁的车？我的车位怎么让人占了？张总，这辆车是隔壁物流公司的，以前都是小林帮您协调车位的事儿，他跟物业打过招呼。行了，我自己找地方停。以前林毅会提前帮我预留电梯，现在找半年突然手都把身搞起来了。张总，恒远那边出事了。什么事儿？刘总把方案退回来了，说我们方案不专业，跟之前谈的内容对不上。这方案是你写的？赵连军，你是项目经理，这种水平的方案你也敢拿出来？张总，正大地产的孙总来了，说要当面谈协议的事儿。让他。孙总已经等了半个多小时了，是赵哥让他等的。孙总，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张总，我跟贵公司合作2年了，这是头一回在你们会议室坐了40分钟没人搭理。赔不是就算了，协议条款的事儿我跟林毅谈好的，他人呢？让他过来，10分钟能定的事儿别折语了。孙总，林毅他因为个人原因离职了，
离职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这2天。他走了，我这个协议谁来跟？张总，说句不好听的，我当初选你们公司不是看你们有多大，是林一这个人靠谱。他走了，我得重新评估。孙总，我们公司实力摆在这儿，这就是你们的实力。张总，这样吧，协议先不签了，等你们内部理顺了再说，不用送了。张总，听说你们公司人事有变动，林毅是不是走了？是。张总，我说句实话，当初我投你们有一半原因是因为林毅，他在，项目我放心；他不在，我得重新考虑后续的投资计划。王总，林毅只是一个普通员工。普通员工？你知道上个月行业峰会上有3家公司的老总专门找我打听林毅的联系方式吗？你觉得他们打听的是一个普通员工？我给你1个月时间把项目理顺，如果达不到之前的标准，年底的追加投资我要重新考虑。张总，这个月的应收账款有3笔没到，加起来600多万。之前都是林毅盯着催的，客户说他们只认林毅。张总，万托物流平台后台出了 bug， 之前都是林毅跟技术那边协调的，他走了以后，我们连对接人联系方式都找不到。张总，物业通知说下个月停车位要重新分配，之前的协议到期了。这个事儿以前……别说了，以前都是林毅干的，我知道。有项目管理经验的，工作年限最长才2年，经验丰富的，一看月薪8000到1万，直接没投。林毅底薪加提成每月4万出头，15000到2万，怎么可能招到同等水平的人？喂，林毅，听说你从张和平那儿出来了？您是盛达集团周明远。周总，您消息灵通啊！我盯张和平盯了2年，但其实我盯的不是他，是你。恒远、正大、万通那几个项目我都研究过，手法老练，思路清晰，不像是张和平那个草包能想出来的。后来一打听，背后操盘的都是你。这样，你要是有空，明天出来吃个饭。我有个想法，想当面跟你聊。吃饭可以，但我丑话说牵头，我不做销售了，业务员我干够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谁让你做业务员？我请你来当总经理。明天中午金悦大酒店，我订好包间，不见不散。林毅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我在张和平那儿干了3年，什么活都干过，但说白了就是个干活的，没管过人。总经理这个位子，您确定我能做？你不是没管过人，你是没有被授权管人。你一个人干了5个部门的活，10几号人加起来不如你一个，这不是管理能力是什么？那我有几个条件，你说。第一，人事权，我的团队我自己搭，谁留谁走我说了算。行。第二，项目审批权，500万以下的项目不上董事会，我直接拍板，没问题。第三，我不做表面功夫，不参加无效会议，不写形式报告，不陪客户喝酒。痛快！我就欣赏你这个劲儿，条件全答应。林毅，方便聊聊吗？说吧。林毅，你看公司这边最近出了点情况，你也知道。张总，有话直说。你能不能回来？待遇可以重新谈。张总，您辞退我的时候不是说了吗？一个小小员工，公司离了你还赚不了，怎么3天就赚不动了？是我当时说话太冲了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没往心里去，但我已经入职新公司了。什么？你去了哪家？盛达集团。盛达，周明远，我最大的对手。你去给周明远干？不是给他干，是我自己的选择。而且张总，我现在的职位是总经理，不是业务员了。我花4万块月薪都嫌贵的人，到了对手那里，直接当总经理。张总，我还有个会要开，以后我们算是同行了，有机会再见。张总，恒远那边的违约金，滚出去！横线以上的是你们目前在做的事，横线下面的是你们该做但没做的事儿。林总，客户分级我们有做，按年营收分的 A、B、C 3档。何总监，
你们把年营收300万的客户和年营收3000万的客户放在同一个档里，这叫分级。不是批评你，是你们之前没人提这个要求。从今天开始，客户分5级，分级标准我下午发邮件，每一级对应不同的服务方案和跟进频率。林总，供应链那块我想说2句。我们现在的供应商库就那几家，价格都谈死了，没什么优化空间。谁跟你说没有？你们跟华通物料的合同是去年签的，对吧？去年铝材均价1吨18000，现在跌到14000，你们的采购价还是按去年的合同走，每吨多花4000块。上个月采购量200吨，多花了80万，这钱谁出？不是怪你，但这事儿得改。下周之前把供应商重新比价，该谈的谈，该换的换。我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不管你们以前在周总手底下是什么工作习惯，从今天起，只有一个标准，拿结果说话。做出成绩的，奖金翻倍；做不出的，该调网调尾，该淘汰淘汰。散会。前面3任总经理，要么空降关系户，要么嘴炮画饼王。这个林毅，28岁，上任才3天，铝材价格都查了，采购量都算了。今晚加班，客户分级的事儿赶紧动起来。第2把火，销售部和项目部绩效绑定。盛达原来的架构，销售负责签单，项目负责执行，中间隔着一道墙。销售为了签单什么都敢承诺，项目部接过来一看，根本做不到。林总，这不合理吧？我们辛辛苦苦谈下来的单子，凭什么让项目部分一半？去年你们签的德润工程那个单子，合同上写的交付周期是45天，实际上你心里清楚，这个项目最快也要70天。客户到了第46天催进度，项目部天天加班赶工，最后还是延期了。德润扣了违约金，又扣了尾款，这一单公司净亏23万。你那个单子的签约提成多少来着？28000。公司亏23万，你拿28000提成，这才叫不合理。新制度落地第3天，整个销售部哀嚎了2天，但第3天，大家发现了一个事实：项目部参与签单之后，合同条款严谨了，客户反而更信任了。以前动不动就扯皮的事儿少了一大半。改革这种东西，永远是先痛后爽。恒远集团的刘总，我约好了，后天下午3点在他们公司。你跟刘总什么时候搭上的？搭上什么？我跟他打了3年交道了。他那个人好面子，喜欢别人当面谈。上次张和平那边搞砸了他的方案，他气得不轻，这口气还没顺过来。那你打算怎么谈？恒远这2年在华东铺渠道，卡在区域带领的利益分配上。这个问题我之前在张和平那边就替他想过解决方案，做到第7版的时候我被开了，第8版在我脑子里。你去谈，怎么谈都行，我不插手。还有个事儿，正大地产的孙总我也联系了，他那个协议就差最后一道坎，违约金比例，张和平那边一直又没给他明确答复，他等急了。我跟他通了个电话，初步意向是可以谈，但他有个附加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他要我亲自负责这个项目。哈哈哈哈，这不正好？正好什么？孙总这人精着呢，他不是信任盛达，是信任我个人。这种信任能用一时，不能用一世。我要在盛达搭建一个团队，让客户信任的是盛达这个品牌，不是理想主义与世林一这个人。这小子格局比我大。你说的对，那你需要什么资源，尽管提。我需要3个高级项目经理，从外面挖。预算我做了，年薪加起来不超过200万，这笔投入半年之内能回本。批了。周总，有句话我先说好，我在盛达做的事儿都是为公司做的，不是为了跟张和平赌气。如果你指望我搞什么报复戏码，挖他的客户搞垮他，那你找错人了。我要是这点格局，也做不了盛达的董事长。去忙吧。小林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张和平迟早会知道恒远和正大转到我们这边来了，他会怎么想？他爱怎么想怎么想。
客户选择合作伙伴看的是专业能力，不是看你姓张还是姓周。我把活干好了，客户自然来；他把活干砸了，客户自然走。这个人值120万，不，值更多。我在盛达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，张和平那边的情况持续恶化。赵建军这些天瘦了一圈，不是减肥，是吓的。4个大项目同时出问题，所有的烂摊子全堆到他头上。刘总，赵经理，咱们的事情已经发函说清楚了，你不用来。刘总，那个方案的事是我疏忽，我重新做一版。赵经理，我问你个问题。您说，我们华东渠道的6个区域代理各自的出货量占比是多少？不知道。那我换个问题，我们上个季度的渠道利润率是多少？这些数据，林毅张口就来。赵经理，不是我瞧不起你，是你确实接不住这个项目。张总，恒远那边我实在搞不定。你搞不定，谁搞得定？要不，咱们把林毅的薪资涨一涨，把他请回来。他去盛达了。什么？盛达集团周明远的公司当总经理。总经理？我在公司干了5年，还是个项目经理，他被辞退3天，到对手那边当总经理了？不可能吧？他才28。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以为周明远是傻子？恒远的事儿怎么办？张和平没有回答，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张总，嘉禾投资的王总那边追加投资的事儿正式通知我们了，邮件刚到。嘉禾的追加投资是800万，这800万本来已经列进了下季度的资金计划，几个在谈的项目都指着这笔钱周转，现在一抽，你出去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给你一个惊喜。口气挺大，不过开价低，实习期只要3000块，便宜，招了吧。3000块的实习生，3年后变成了对手公司的总经理，3年涨了20%，底薪从3000涨到1万，剩下的全靠提成，提成高了他就眼红，提成高了赵建军就在旁边吹风，然后他就把人开了。张总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下班吧。林毅，我考虑给你副总的位子，股份也可以谈。副总，人家现在是对手公司的总经理，股份人家有期权，我能给的周明远全给了，而且给的更多。林毅，你换东家了？换了，盛达集团总经理。总经理，周明远挺舍得下本的。不是他舍得，是我值得。行，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个德行。坐吧。方案带了没有？您看，这是华东6个区域的渠道分布图，我按照去年的出货数据重新做了权重分配，1级代理拿大头，2级代理保底加联动，3级代理按季度结算。你在张和平那边的时候就在做这个方案，做到第7把板是我被辞退之后在家里写的。在家里被开了还做方案？职业病，想了大半年的东西不做完睡不着觉。方案我大体认可，但有个问题，你现在是盛达的人，之前跟我们谈的那些细节涉及到张和平那边的商业信息，这个怎么说？刘总，第一，我给您看的这份方案，所有数据都基于恒远公开的年报和我个人的行业判断，不涉及张和平公司的任何内部信息，您可以让法务审。第二，合作框架我重新搭的，跟之前在张和平那边谈的完全是2套逻辑。上一版是帮张和平做的，这一版是帮盛达做的，盛达的资源和优势不一样，方案自然不同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
不管我在哪家公司，跟您合作的方式不会变，说到做到，不画饼，不拖延，这是我的职业操守，跟公司无关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张总，恒远跟盛达签了。恒远，我经营了2年多的客户，现在成了盛达的客户。促成这笔合作的人，3个星期前还是我公司的员工。还有，我听说正大地产的孙总也在跟盛达接触。小王昨天去正大送文件，碰到盛达的人也在那儿。喂，张总啊，我正想跟你说这事儿。你们那个协议，我等了快1个月了，条款还没理清楚，你说让我怎么等？孙总，这个事儿是我疏忽，我亲自来跟。张总，你别亲自了，你上次亲自跟我谈，那个赵经理把我晾了40分钟，我也是要面子的人。孙总，这样吧，我跟盛达那边也在聊，2家我比较，你要是能在1周之内把协议条款拿出来，完整的、专业的、能执行的，我还是愿意跟你继续合作。毕竟2年交情在这儿，但你要是还跟之前一样拿不出东西，那我只能选盛达了。孙总，1周之内一定给您满意的方案。行，那我等你的。正大那个协议条款，你能不能在1周之内搞出来？张总，那个条款涉及到违约金比例、付款节点、知识产权归属，还有属地管制权的问题，这些东西我……你什么？我不会。那你除了不会还能干什么？一个月薪4万的员工，连客户喝什么茶都记着。刘姐，你帮我找一家律师事务所，要做商务合同的，越快越好。张总，商务合同方面比较好的律所，一份完整的合作协议审核加修改，预估费用5万到8万。5万到8万，林毅1个月的薪资，以前嫌他贵，现在才知道林毅不是贵，是太便宜了。条件一般，条件是一般，但活儿不一般。恒远、正大加上我们自己在谈的3个新项目，5个同时推进，忙得过来吗？5个？你疯了吧？我以前一个人同时扛4个，所以我现在组团队了，1个人干4个是苦力，5个人干5个是管理。行，什么时候开始？现在。林总。要不要叫夜宵？不用。是张和平的办公室。林哥，告诉你个事儿，赵哥被张总骂了一顿，听说要降他的职。公司现在人心惶惶的，好几个人都在偷偷投简历了。林哥，你们盛达还招人吗？投简历到 HR 邮箱，标准流程走。好嘞。3年前来这座城市的时候，身上揣着3000块钱和一张本科毕业证，租的房子在城中村，12平方米，没有独立卫生间，每天挤地铁上班，早高峰能把人挤成照片。3年后站在这里，身份是总经理，说不感慨是假的。师傅，翡翠花园。好嘞。我花了6万块请的律师事务所，出的方案还不如出的林毅。不是律师不专业，是律师不了解正大地产的业务背景。张总，最后2天了，你要是还拿不出让我舒服的版本，我就签盛达了。不是我不会改，问题是我不了解孙总，不知道他在意的到底是哪一条，不知道他之前跟林毅谈了多少轮，不知道那些标红的修改意见背后他的真实诉求是什么。这些东西全在林毅的脑子里。林毅走了，这些东西也跟着走了。建军，你去找林毅。找他干嘛？你去求他，帮我们把正大的合同搞定。张总，我去求他，他现在是盛达的总经理，我拿什么脸去？你要脸还是要饭碗？正大这个项目丢了，公司下个季度的现金流就断了。现金流一断，你的工资从哪儿来？好，我去。一杯美式，谢谢。小林，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赵哥。那个，在盛达还适应吗？
适应。小林，我今天来其实是张总的意思。我猜到了，正大那个合同的事儿。赵哥，你先别说张总的事儿，我问你个问题。你说，你在公司干了5年了，你觉得你这5年学到了什么？我管理经验吧，还有赵哥，别糊弄我。你管理过谁？你管理过的唯一的一个人就是我，而你对我的管理方式就是把我干的活实上你的名字。我不是来翻旧账的，但我想让你想清楚一个问题：你今天来找我，是因为张总让你来的，可你自己呢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张总的公司倒了，你去哪儿？你是张总的表弟，但表弟不是铁饭碗。你今年33了，没有拿得出手的项目经验，没有客户资源，简历上的成绩全是别人帮你攒的。你去招聘市场试试能拿到多少 offer。那正大合同的事儿，赵哥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我现在是盛达的总经理，帮竞争对手做合同，这叫吃里扒外。周总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不能做这种事儿。第二，也是更重要的，就算我帮你搞定了正大，然后呢，下一个客户谁来搞？再下一个呢？你们不能每次出了问题都来找我，我已经不是你们公司的人了。那我回去怎么跟张总交代？赵哥，我给你个建议，不是给张总的，是给你个人的，去学点真本事。你说，你还年轻好吧，33不算太年轻，但也不算老，找几门项目管理的课去上，考个 PMI 证书，从基层开始重新做，别再靠关系混日子了。关系能保你一时，保不了你一辈子。我知道你觉得我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但我3年前进公司的时候，1个月3000块，什么都不会。我不是天才，我就是比别人多花时间。你愿不愿意花这个时间，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小林，对不起，以前那是你做的那些方案，那些客户，我过去了，你不用跟我道歉。要道歉的话，你跟你自己道歉。你亏欠最多的人，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你浪费了5年时间。林哥以后还能找你喝咖啡吗？能，但下次你请。你今天点的这杯咖啡68，我的38，你占便宜了。没谈成。张总，有个事儿跟您说，技术部的小陈今天提离职了。小陈，为什么？他说他收到了盛达的 offer， 薪资比我们高40%，还有股权激励。还有销售部的小王也在跟盛达接触，不过还没正式提离职。他们愿意去盛达，说明什么？说明在这边待不下去了，工资不高，前景不明，项目一团糟，老板脾气一天比一天差。换了我是员工，我也想走。盛达集团与恒远集团达成深度合作，首期项目投入超3000万。张总，时间到了。孙总，是我这边没做到位。张总，你是个实在人，这话我领了。但生意归生意，我不能再等了。盛达那边的方案我看了，条款清清楚楚，每一条都踩在点上，我猜是林毅做的。那就这样吧，张总，以后有机会再合作。行政专员员的活儿，快递分类、做表格，跟以前项目经理头衔天差地别。你还记得我喝什么茶？我记性好。周总，你这个总经理找得好。孙总过奖了。恒远签了，正大也签了。你到盛达半个月，把张和平经营了2、3年的客户全拿过来了。周总，我得纠正一下，不是我拿过来的，是张和平自己丢的。客户没地方去，我接住了，这是一回事儿。不一样，拿是主动挖墙脚，接是客户自愿选择。前者坏名声，后者正常竞争，这个区别很重要。行，你说的对。看看这个。
这个项目我们要不要投？你觉得谁会来？中建系肯定要来，他们的华东分公司就在这儿。恒基达资最近在扩张，也不会放过这种标的。还有，张公平也会来。他现在那个状态，还有实力投这种大标？实力是差了点儿，但他在城东有关系。管委会的副主任跟他是大学同学，这种项目有时候关系比方案好使。那就更得投了。他能走的路，咱们也能走；他走不了的路，方案和执行力，咱们比他强。我先做个初步的投标方案框架，下周给您看。小林，城东这个项目如果拿下来，对盛达来说是个跨越，年营收能翻一番。我知道，这个标的投入也不小，光保证金就要2000万。周总，您是在跟我确认决心，还是在心疼钱？都有。那我替您做个决定，投2000万保证金，用恒远和正大2个项目的利润就能覆盖。我不会让公司冒超出承受范围的风险。这个28岁的年轻人身上有一种很少见的东西，稳，不是没主意的稳，是心里有底的稳。账上的流动资金越来越少，拿下这个，一切都能翻盘。但竞争对手不少，中介那边肯定要来。另外，盛达也在准备。盛达，又是盛达。老冯，你能帮到什么程度？和平，同学归同学，但这个项目是公开招标，评审有纪委盯着。我能帮你的，就是在流程上给你提个醒。结标时间是11月15号，别错过。方案上的事儿，你得靠自己。靠自己，我手底下能写投标方案的人一个也没有。喂，老李，帮我查一下，市面上有没有专门做项目投标方案的咨询公司？有倒是有，但好的咨询公司收费不低，全案代做起步价30万到50万，加上商务标报价策略和技术标施工组织设计，可能要80万以上。找最好的那家。技术标这部分施工组织设计太常规了，老陈，你这个方案放到任何一家公司都能用，没有针对性。哪里不对？城东新区的地质条件你查了没有？那片地以前是鱼塘，回填过2次，地基承载力不够。你的桩基方案用的是预制管桩，在软土地基上打不稳，评审专家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换成悬挖较重顶，成本高15%，但稳，专家也认。你连地勘报告都查了，管委会官网上有公设，地勘报告是公开的，你没看？林总，商务标的报价策略我有个想法。说。城东这个项目分3期，1期是重点，我建议1期报价做让利，利润压到8%以内，用低价优势拿下标，后面2期、3期再补回来。思路没问题，但你考虑过一个风险没有？什么？如果1期做得好，2期、3期不一定还公开招标，管委会可能直接委托，也可能另开条件。你把利润全压在后面，万一后面变了呢？1期报价做到行业均价，不高不低。我们的优势不在价格，在方案质量和团队执行力。拼价格拼不过中建，他们有规模优势，我们拼的是差异化。差异化怎么体现？技术标里加一块智慧工度管理系统的方案 ，BBM 加物联网，实时监控施工进度和安全隐患。标书里写明了，这是加分项，最高加5分。5分，在一个500分满分的评审体系里，可能就是生死之别。这个方案谁来做？我来。下属的活敢打回去重做，自己身上的活毫不马虎。当老板的格局、干活的底子2样都有。在盛达待了6年，头一回觉得跟对了人。张总，你们公司负责项目管理的人呢？我需要了解以前的项目经验和团队配置。项目管理这块目前在调整。调整？有没有人能对接我？你是项目经理？行政专员，以前是项目经理。张总，恕我直言，你们公司目前有没有一个完整的项目管理团队？如果没有，那我们做出来的投标方案只是纸面上的东西，就算拿下标，执行阶段你们拿什么团队去干？评审专家也会考虑这一点。陆总，
团队的事我再解决，方案你们先做，能做到什么水平？中规中矩的方案，我能保证。拿奖的方案得看你给我多少支持。你们以前做过的所有大型项目的资料，越详细越好。这些资料是谁做的？一个以前的员工。以前的走了。张总，做这些资料的人是个高手。说实话，这套项目管理的方法论比很多咨询公司的标准模板都强。这个人在你公司什么级别？普通员工。普通员工？普通员工？卢总，咱们聊方案吧。林毅，有个事儿跟你说一声，今天协会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，说你从张和平公司离职的时候，带走了公司的商业机密，用在了盛达的项目上。举报信谁写的？匿名的，但内容写得很具体，说你把恒远的合作方案、客户数据、供应商报价信息全带走了，用在盛达跟恒远的新合作里。周秘书长，这封信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按规定，协会收到举报要立案调查，我先给你通个气儿。谢谢周秘书长，方案本身没问题，但麻烦已经开始了。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而是为了先毁掉我的信誉。调查本身比结果更伤人，他不会等我找到真相，他会先和我保持距离。我得主动联系他。周总，有个事需要跟您当面说，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匿名举报，对。你怀疑是谁？我不好猜，但受益最大的人无非两类：不想让盛达拿下城东项目的竞争对手，或者跟我个人有过节的。张和平，我不确定。张和平这个人有很多毛病，眼界窄，用人唯亲，赚了钱不认人，但背后捅刀子这种事儿，我觉得他干不出来。你觉得？我不能凭猜测下结论。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，对盛达的影响比对我个人的影响大得多。我建议主动配合调查，把所有材料准备好，越透明越好。你考虑过最坏的情况没有？考虑过。最坏的情况是调查期间，恒远和正大产生顾虑，暂缓合作，城东投标资格也可能受影响。招标方看到协会在查我，不一定愿意冒这个风险。那你的方案呢？两手准备。第一，我今天就整理一份完整的证据包，所有方案的原始数据来源、分析过程、文档时间错全部留痕。我的方案经得起查。第二，主动联系恒远刘总和正大孙总，跟他们说明情况，不藏着掖着。信任这个东西，越藏越没有。还有第三呢？第三，查清楚这封信是谁写的。这件事儿交给你处理，需要公司法务配合的，直接找他们；需要我出面的，你说话。好。刘总，所以你是来跟我表态的？不是表态，是让您知情。我的方案经得起查，您可以随时让恒源法务来核实。如果您觉得需要暂缓合作，我完全理解。哼，小林，我跟你打了3年交道，你是什么人我清楚。偷数据这种事儿，你要是能干出来，你也不是灵异了。该怎么推进怎么推进，别因为这种破事儿影响进度。谢谢刘总。别谢我，查清楚是哪个小人干的，告诉我一声。在这个圈子里，用这种手段搞人的，我也瞧不起。林毅，这事儿我知道了，你的为人我信得过，但我上面也有董事会，你懂的。懂，孙总，您需要我提供什么材料，随时说。方案来源的那份说明，你发一份给我法务。今天下午就发。到底是谁？不是张和平，我几乎可以确定。
我发加油，他回了谢谢。一个能说谢谢的人，不会转头写匿名举报信。小周，我问你个事儿，最近公司里有没有人提过我在盛达的情况？私下议论那种。林哥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上周销售部有个人，就是那个老孙头，50多岁那个，他在茶水间说你去盛达之后肯定带了公司机密过去，还说要是他就举报你。老孙头，孙德发。对对对，他最近跟张总走得挺近，天天往张总办公室跑。孙德发52岁，销售部老油条，在公司干了7年多。以前我在的时候，他笑脸相迎，我一走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但问题是他自己有没有这个脑子去写举报信？举报信内容很具体，提到了恒远方案细节、客户数据、供应商报价，这些信息不是孙德福能接触到的，他碰不到项目管理的核心文件。有人给他递了料，谁？老陈，你那边有没有认识恒基达新的人？恒基有，副总方浩之前跟我在万科共事过，怎么了？你帮我打听一下，不是问他们投不投城东，我想知道他们的投标团队里有没有从张和平公司跳过去的人。你怀疑？我不怀疑，我只是排除可能性，你帮我问问。查到了，恒基上个月新招了一个项目主管，叫刘伟，去年在张和平公司干过半年。刘伟，去年下半年在张和平公司待了几个月，跟赵宪军一个部门，接触过项目文件，了解内部情况。跳到恒基之后，恒基要投城东，跟盛达是直接竞争关系，逻辑通了。没有实锤的事，说出去就是泼脏水，明天再说。林总，外面在传你偷了钱东家的商业机密。我知道。你打算怎么办？等调查结果。你不着急？急有什么用？事实是最好的回应，越急越像心虚。林毅，举报的事儿我听说了，不是我干的。我知道，有眉目了。林毅，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过节，这种事儿我做不出来。你在我公司干了3年，走的时候干干净净，交接资料一样不少。你的职业操守我清楚，如果你需要，我可以出一份书面证明，你离职时没有带走任何公司机密文件。张和平这个人，做老板是差了些，但人品的底线还在。能，明天给你。谢谢。不用谢，这是事实。有个事儿，你听了别激动。看到没？刘伟，不是他。看这个，孙德发。对，他在恒基的合影里。他不是张和平公司销售部的人吗？怎么会在恒基的合影里？我让方浩帮忙打听了，孙德发上个月就跟恒基在接触，据说恒基给了他一个销售总监的 offer， 条件是他帮恒基搞定城东项目的一些前期工作。前期工作，比如写一封匿名举报信，干掉最大的竞争对手。一个人脚踩2条船，在张和平公司打着工，用内部信息做投主状给恒基咕噜，顺便踩了我一脚，妙啊！老陈，这个截图保存好。还有方浩那边能不能确认恒基内部有没有人知道匿名举报信的事儿？我去问。小林，材料我看了，没有问题。你的方案和原公司的材料完全是2套东西，数据来源清清楚楚。这个案子我会向协会建议撤案。周秘书长，还有件事，孙德发和恒基的关联。你的意思是，这封举报信是竞争对手授意的？
我没有直接证据，但线索指向很明显。这事儿我知道了，协会会处理。老陈，举报信的事真不是公司干的，是那个孙德发，老板已经取消他的 offer 了，这种人谁敢用？我不在乎方浩怎么解释，我在乎的是事情过去了，城东项目的投标不受影响。你给我解释解释，孙德平！张总，我是为了公司好，为了公司好，你把公司的客户信息往恒基送，这叫为了公司好。你写匿名举报信搞林一，连累我被行业协会查，这叫为了公司好。你在我这儿干了7年，7年，我哪次亏待过你了？走，今天就走，工资算到昨天。张总，林毅，来投标。林毅，上次你说让我加油，我加了。方案是请外面的团队做的，但后半部分我自己盯的。我不知道能不能中标，但至少这次方案是认真做的。认真做了就行。孙德发的事儿，是我管理不善，连累你被查了一遍。过去了，你出的那份证明帮了大忙。走了啊。走了。喂，请问是盛达集团的林毅林总吗？我是。通知您，城东新区17工程省标结果出来了，盛达集团综合评分排名第1，中标，请贵公司在3个工作日内来赶委会办理中标确认手续。中了。你那个智慧工地系统的加分项，评审加了4分半，总分差第2名3分8。好险，差一点就翻车。差一点也是赢。恭喜大家，城东项目中标，盛达成立12年以来拿到的最大单体项目。今天晚上我请客，金悦大酒店，所有人都去。就是那个老东西搞举报惹了一身糟，评审那边对我们印象打了折扣，让盛达得了第1，我们才得了第3名。那天让陈天平改中基方案的决定值4分半。自己差的不是方案，是人。有人的地方才有方案，有方案的地方才有项目，有项目的地方才有钱。3年前我手上有这个人，我没珍惜。你学跑查了？我在看一本讲客户关系管理的书，书里说，了解客户的饮品偏好是建立信任的第一步。建军，城东的标没中，公司现在的状况你心里有数吧？恒远没了，正大没了，嘉禾暂停了。我算了一下，如果接下来3个月拿不到新项目，现金流就撑不住了。我考虑过一个方案，把非核心业务剥离，人员精简30%，集中资源做2-3个有把握的项目。裁员？不裁不行。养着这么多人，每月工资支出100多万，没有进项，3个月烧光。我考虑过一个方案，把非核心业务剥离，人员精简30%，集中资源做2-3个有把握的项目。裁员？不裁不行。养着这么多人，每月工资支出100多万，没有进项，3个月烧光。张总，要裁的话，从我开始。我现在拿的是行政专荣工资，减半后每月还有8000，但我干的活，说实话，找个实习生也能干。把我的工资省下来，能多养2个技术人员。我 PMP 的课报了，学费自己出，等考下证来，我再回来。如果公司还在的话。
建军，你变了，被社会教训了一顿，不变也得变。行，你去吧，公司在不在，等你学完了再看。张总，这几年我对不起你，不是客气话。你信任我，我没对得起这份信任。我把小林的功劳全安到自己头上，我让你误判了公司的人才结构。如果当初我老老实实跟你说活是小林干的，你可能不会开他。你走吧。说什么呢？恭喜中标，还是谢谢你没落井下石，都显得矫情。哦，张总，什么事儿？城东的标我没中，我知道。嘉乐的追加投资我不求了，但我有个请求，之前2000万投资的年底分红能不能宽限3个月？我在调整公司结构，需要时间。3个月可以，但张总，你得给我一份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，不是画饼那种，是带数据的。1周之内给您。